我是从25岁的时候开始决定找回梦想的。我还记得那天我在家里看宫崎骏的《天空之城》，虽然已经看过无数遍了，但是我还是被片头序曲那一段音画的力量深深的震撼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因为那几年真的过得很辛苦，我从事的职业和过的生活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那一天配着久石让的音乐，我开始醒悟过来，要放弃前面所有的一切，从头开始。于是我开始学画，基本上呢就是自学。作为一个新手，我画的其实还挺不错，但是我知道自己要达到漫画家的那种水平，我还差太远了。要画出那么复杂精细的日式漫画，以我当时的能力根本办不到。于是我开始做编剧，专心研究故事创作。按照富坚义博的说法，故事才是漫画的核心，所以如果不会讲故事的话，画工再高也无从着手。那期间我一边学，一边把学到的东西做成视频，发布在 B 站和油管上，也收获了你们的认可。终于在我28岁的时候，我加入了一家新媒体公司，开始往影视方向发展。那1-2年和同事们拍了一些小短片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，还拿到了一个最佳剧本的奖项。然而我不是科班出身，在中国的影视圈是很难拿到什么资源的，拍电影真的太花钱了，家人们。可是我又不甘心就这么算了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在这世上有没有低成本的，又是用画面讲故事的媒介呢？想了想，还真有，漫画不就是这样吗？于是呢，我终于又回到了漫画这条路上。经过前几年的积累，我已经有了一些讲故事的能力，但是画画这方面还是好难啊，怎么办？我就想管他的，先做起来再说吧。于是我先从人设做起，我每天都会参考大量的素材，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。我就一点点的学，慢慢的，终于有了主人公大概的形象。而有了主人公，《羽猎传奇》这部漫画的雏形也就有了。由于我的画工在一开始是捉襟见肘的，所以我干脆给了主人公一个独角戏般的开场。前面3话基本上就是一个人、一只猫以及大自然作为背景，这些内容是我能够胜任的。而当我画完前4话，我的画工和我预计的一样，确实变得熟练了很多。从一开始我要4到5天才能完成一页，到了后来1到2天就能完成一页，画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丰富，细节描绘也变得更加准确了。从第4话起，我加入了大量的多人物场景，并且开始挑战更复杂的分镜，故事的节奏也在逐渐加快。接下来呢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制作漫画的流程。第一步就是写脚本，当然了，因为《羽猎传奇》的故事构思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了，所以漫画里的每一个比较大的剧情段落和转折点都已经有所安排，剩下来要做的就只是具体到每一话故事的内容。在这里呢，我和绝大多数漫画家一样，会直接把第2步，也就是分镜绘制和脚本撰写合二为一。分镜绘制也就是 storyboarding， 日语叫 neimu， 就是用最简略的一些草图来描绘这一话故事每一页的大致内容，可以给大家看看我的分镜。是不是完全看不懂？其实漫画分镜基本上就是这样，会简略潦草的漫画家自己勉强才能看明白的地步。在这一步里呢，我一般会把人物要说的台词或者旁白也一起画上去。对于我而言，前面2个步骤属于写故事，而到了第3步草图绘制，就进入了画故事的阶段。如果要类比到电影的话，前2步呢就相当于编剧的活儿，而从第3步开始就轮到导演和摄影师上场了。而第3步才是我个人觉得最耗费创作力也是最难的一步。因为我的基本功很差，我从25岁才开始学画画，我根本做不到像金正基那样，像是打印一般就可以将脑海里看到或者想到的画面随手画出来，这种天才我是根本不具备的。所以呢，我只能依靠大量的工具，找大量的素材做参考，才能勉强画出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画面。在这一步里，我取长补短，把原本很庞大和复杂的画面分解成一个个小步骤，一次完成一个，然后积少成多，像蚂蚁搬家一样，一点一点把整个画面构建出来。在这一步里呢，不找大量的素材做参考是完全不行的。这方面我这1年来还是小有经验了，之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分享。其实到了第4步，也就是最后勾线、上网点纸和其他特效的阶段，对我而言已经属于纯体力劳动了，不用费太多脑子，画就完事儿了。
最后再加上事先写好的台词，描出对话框，一页漫画就算完成了。最后呢，我想说一说我这一年的创作历程。从一开始我就把《渔猎传奇》的质量要求定得很高，在故事和画面这两方面，我都是以井上雄彦的《浪客行》和三浦健太郎的《剑锋传奇》作为目标的。虽然听起来有点离谱，因为这两部作品实在太厉害了，但是根据我对故事的规划，如果《渔猎传奇》能够成功按月更的速度持续更新10年的话，在这期间我日夜不停地产出，10年后在画面的精美程度方面，我有自信不会输他们太多。可以给大家看看我在第一话一开始的几页和到了第4话后期的画面对比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，并且我制作漫画的流程越来越熟练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只要平均每 1.5 天就可以画完一页，月更基本是不成问题的。当然，在这一年的创作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，首先是经济来源，为了给《渔猎传奇》打下前5话的基础，我辞掉了工作，除了偶尔接一接人设的私单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收入。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做分镜、找素材、做设计、打草稿、陪猫主子玩，然后描墨线、贴网点，日复一日，几乎每天就是一个人，3只猫闭门造车。我考虑过投稿日本几大出版社，也参考了很多国外独立漫画家的经验，研究了很多平台，也在线下做过一些合作推广，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走独立出版这条路，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把内容真正的直接创作给你们看。这一年是最辛苦的一年，但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年，好像还是那份对讲故事的热爱一直支持我走到现在，并不觉得辛苦，只是觉得如果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多给我一点关注，我可以走得更远。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，《渔猎传奇》这部漫画作品到底讲了什么？我并不想在这里做过多的介绍，因为故事嘛，不需要介绍，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了。以前学编剧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会讲，一个故事如果不能用一句话说清楚，那就不是一个好故事之类的这种话，我当时也觉得挺有道理。但是对于真正深刻的好作品来讲，是简单一句话就能总结出来的吗？比如《星球大战》，我实在想不出用一句话要怎么来概括这么丰富的作品。不过呢，《渔猎传奇》倒还真能用一句话来管中窥豹一下。这部作品很大意义上就是在讲成长吧，只不过是在一个架空的古代的东方世界观之下。如果对主人公来讲，这一句话总结应该就是：只有当父亲在孩子面前倒下的时候，孩子才能真正长大。当然，对于其他主要人物，他们也有各自的那一句话总结，然后这些许多的一句话就构成了《渔猎传奇》这一部主题复杂的作品。这些内容就有待各位去欣赏、去细品了。在这期视频发布的时候呢，我应该正在绘制第5话的内容，拼一拼，一天多干几个小时，月更还是可以做到的。但是呢，月更的更新速度是建立在全身心画画的基础上。由于我这一年没有其他工作，并且目前没有签约任何的出版公司和平台，所有的漫画内容都是免费发布的，基本上就是零收入的状态。所以我现在超级希望大家能够在冲亚、爱发电、Patreon 这种打赏订阅平台上去支持我。详情呢，请参看本期视频简介。请大家多给我一点助力，能够让《渔猎传奇》这部作品继续连载下去，让我能够把后面更精彩的故事讲给你们听。好了，我是德拉马图，我们下期再见。